北戴河还没开会，北京却已如临大敌。从北京站一路到北戴河，7道封锁关卡层层设防，进站安检，车厢巡逻，出站再查，便衣警察守在每条街角，黑色路障像一道道冷钢，紧贴在盛夏高温的空气里。这场严防死守不像迎接1年1度的度假式例行会议，更像在提防一场随时爆发的内部政变。就在这片风声鹤唳中，军中忽然传来重磅炸点，中共中央公告苗华被免去中央军委委员职务。这位曾被视为习近平最后一张王牌的贴身人马，如今被一脚踢出权力心脏，显然不只是正常换防。事实上，这一刀下去，等于在军队派系平衡板上砸出裂缝，一声脆响，整条权力链随时断裂。更诡异的是，元老们被曝提前齐聚北京，放弃往年到北戴河避暑叙事的礼节。政坛盛传，张又侠不再忍耐，正联合元老派推动非体面方案，准备在政治局人事会议前夜逼宫习近平的体面退场剧本可能瞬间作废。而在大洋彼岸，川普甩出一句将打开中国大门，对中南海的冲击更像当空雷霆。如果贸易协议成真，东升西降神话瞬间破产，习近平过往10年的战略铺陈或许会像多米诺骨牌般接连倒塌。一边是内部封锁，兵谏倒数，另一边是川普敲门，权力聚焦，权力板块正在松动，新的剧烈位移只差临门一脚，谁会先翻桌，谁又会被迫出局？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我是王潇，接下来带你拆解北戴河前夜背后的7道暗线和那枚即将引爆的权力引信。又到了北戴河会议召开的日子，有消息说，从北京到北戴河沿线的安保显著升级，沿途设立了7道检查关卡，北京站进站检查一次，上车再查，车上还有警察巡逻检查可疑行李。到了北戴河站下车继续查，出站打车还得再查一轮。北戴河当地的很多路口都设了警车和便衣，气氛特别紧张。与此同时，美国总统川普6月26号宣布，已经和北京签署了一项贸易协议，这将打开中国大门，这是以前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如果这是真的，等于是宣告了习近平东升西落的破产，这不仅是川普的胜利，更是中国人民的胜利。在中国国内，习近平的势力也在削弱。苗华今天被免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的职务，而苗华是习近平亲自提拔的，中央军委委员的职务也是习近平亲自任命的。据亚洲新闻报道，习近平和苗华曾在福建工作期间相识，在中共内部高层权力斗争的背景下，这种私人关系令苗华的撤职显得尤为引人注目。可以说，苗华是习近平失去权力的多米诺骨牌中的第一枚。据悉，习近平的修宪之所以获得通过，是他说服了一众中共元老，给他更多时间来解决台湾问题，以弥补毛泽东、邓小平临终的遗憾。据流亡泰国的中国历史学家刘孔福说，张又侠虽然和习近平相处配合都挺好，但不是亲信，于是让苗华找寻合适人选。苗华推荐的帅才正是何卫东。何在2022年1月被调入中央军委联合指挥中心，接受习近平的亲自考察。何卫东受到习近平青睐之后，做事张扬，不给张又侠面子，还嘲讽张又侠的军事训练花拳绣腿，是虚假战斗力。习近平也是奇书一招，为抓军权搞军改，取消7大军区，将军权归拢到中央军委，要兵帅分离，做到兵不认帅，帅不认兵，将原来维系军队的兵帅关系打乱了。军人讲究服从命令，
他们的主帅就算主心骨，但与中央军委却隔着很远的距离，这正是习近平担心的。刘孔福表示，军改后一支部队被打散了，混入其他部队官兵，部队人员自身却无密可保，这倒便于他掌握控制，随时发现问题。问题也来了，这为军队派系争斗提供了方便，互相告密倾轧，各为其主。张又侠很快就抓到了苗华的把柄，呈报习近平。在确凿的证据面前，习近平也只好命军纪委书记张生民抓捕苗华调查审问。苗华手握军中人事大权，卖官鬻爵、贪污腐败都不算大问题。一种说法对苗华有很大杀伤力。何卫东、苗华搞倒李尚福、李玉超等人的贪腐窝案后，得意忘形。苗华私下对人说，我才没有他们那么傻，拒绝战争准备令，等战令下达后，手握兵权时再搞事。刘孔福认为这话肯定被人录音了。习近平最恨的就是不忠诚，决意拿下苗华，殊不知他自己亲自推倒了自己大权旁落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于是何卫东等军中亲信一个个被查被失踪。吕奥学者李元华对希望世界说，中共的逻辑其实是你能看它历史都是这样，因为它是不讲章法的。所谓不讲章法，我们就讲它是没有道德底线的，做事情是任人唯亲的，搞团伙的。中共里边就是互相倾轧的，互相之间呢都是整黑材料的，所以这就注定他那个斗，就共产党的基因之一就是斗，互相斗，互相碾压。因为他选拔人才也不是任人唯贤的，也没有一个正当的程序的，只是你投靠我，你效忠我，那我就提拔你。所以那我要制裁你也是因为你不效忠了，或者你不随我意了。所以它都是一个人治，就不讲法，没有规矩。这种情况下，那就所有人只能是跟着人，跟对就行，跟不对就不成。所以习近平呢这一套东西呢，也不是说他发明的，就是共产党一直就是这么用人的。既然这么用人了，那就是到最后他提拔的人跟他有矛盾，或者说政见有矛盾，就是这样。你回观看毛泽东和林彪的关系也是这样的关系啊。你再看任何一个时期，其实都是这样，包括邓小平时代的胡耀邦、赵紫阳，那也都是当年他认为好的人，他提拔的人，到最后政见不同，然后就通过人治再给你搞下去。那习也是这样，但是没想到张又侠呢比他呢还狠。之前张又侠是想保命的，现在就是不光要保命了，你也别活了，反扑一下。因为他也知道，如果让习再有军权的话，那张又侠那肯定不会有善终的。自媒体人姜森哲分析，今天官方爆出免去苗华中央军委委员职务，没有何卫东的消息，说明何卫东可能已经没了，这是习近平最不愿意看到的，而张又侠希望看到的。估计何卫东和许其亮是遭到了张又侠的肉体清除。现在可以肯定，在中共党内的斗争中，张又侠已经战胜了习近平。自媒体小说家6月26号在油管上说，张又侠与胡锦涛等一干元老不再想让习近平体面下台，要立即动手拿下习近平。刘正教授6月25号在每日时事评论中认为，习近平此前的神隐和装病都是帝王权谋的诡计。最近胡春华、丁薛祥和陈敏尔的过分表演好不热闹，别忘了中共就是一台绞肉机，中共大位不大可能会落入他们的手里。此时此刻，中共海外大外宣媒体明镜新闻台也开始放风，说习近平马上开政治局会，重大人事即将公布。明镜老板和平生怕会露馅，6月26号在 X 平台忙不迭补锅说，中共政治局开会未必一定公布，但是没有公布与没有开会都是不寻常的。如果没有发生不可思议的事件，未来几天可能有政治局会议的消息，还可能包括重要内容。中共处在一个动荡时期，即将在改朝换代中被历史淘汰。中国未来的主角是中国人民，川普已经大声宣布将打开中国大门，
这等于向中国人民呼吁，中国掌握在你们手里，美国会在你们重建中国的路上帮助你们，你们并不孤立。在这个过程中，中共也会反扑，会继续展示军事的所谓强大和对世界能够卡脖子的底牌，如稀土。华尔街日报今天独家报道，在和美国达成贸易协议后，中共仍遏制稀土出口。此外，中共商务部已要求国内稀土行业公司向政府提交掌握专业技术的员工名单，一些专家已被要求上交护照。据说这样做的目的是防止稀土秘密外泄。日经6月26号报道，中共即将开始试飞一种新的无人机母舰，能够搭载最多100架小型无人机进行编队攻击，可能对日本及地区其他防务力量构成威胁。在扩张军力的同时，中国经济却传来坏消息，中国工业企业利润出现去年10月来最大降幅。中共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个月规模以上工业利润同比下降 9.1%， 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利润扭转了今年早些时候的温和增长势头，前5个月同比下降了 1.1%。 中共政权风雨飘摇，习近平大权旁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谁让他拼命保党保自己的权利呢？这一切都是他自己造成的，你又是怎么看呢？请留言告诉我们。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感谢你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